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这十几年来啊，咱们国家的发展那叫一个迅猛啊，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滋润。可你说奇不奇怪啊？怎么就有那么一波人啊，非要觉得外国的这个月亮就是圆，而且还感觉越来越多了。特别是娱乐圈啊，这种事儿好像特别的扎堆儿。就这个月初，有个叫啥来着的女明星啊，在微博上发了段话，我当时看完就直接懵了，那叫一个离谱。她说啥呀？她说咱们都得好好谢谢英国，还得感谢大英博物馆。哎呦，要不是他们呀，咱们中国那些老宝贝啊，现在搞不好早就没了。这话一出来啊，底下的评论都炸了，一堆网友都乐了啊，心想这大英博物馆是留了咱们中国的一些文物没错，可你不得先问问呀，这些东西是怎么跑到他们那儿去的呀？明抢的好不好？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气得不行啊，说这个女明星啊，是不是被海外那些反华势力给忽悠瘸了？故意用她那点影响力啊，想带节奏，把大家往沟里带。这事的主角啊，就是那个夏新宇。说起大英博物馆那些光荣的历史啊，稍微有点这个历史常识人都知道，18、19世纪那会儿，这个英国人对咱们中国人啊干了哪些事儿？2次鸦片战争啊，给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啊心里留下的都是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呀，损失更是没法算呀。特别是第2次鸦片战争的时候，西方8国联军一块儿打进了北京，把那时候清朝的首都啊给抢了个底儿朝天呀。无数的金银珠宝啊都被这个英国人给抢走了，这才是这个大英博物馆里啊中国的文物多的不像话的根本原因。就拿那个女史箴图来说吧，这画是咱们中国东晋时候的大画家顾恺之画的，那可是国宝级的文物啊。现在呢，被这个英国人放在大英博物馆里展览着，还当成他们的10大镇馆之宝之一，宝贝的不行啊。而且还不止这样啊，在这个大英博物馆里啊，咱们国家很多价值连城的国宝啊，其实根本就没得到啥尊重，不像女史箴图那样被供着。很多好东西啊，连个玻璃罩都没有啊，就那么随便被这个游客摸来摸去。你说这是为啥？还不是因为这个大英博物馆里中国的文物实在是太多了，他们根本就没当回事啊。有统计说啊，这个大英博物馆里常年展出的中国文物啊，也就2000来件，可实际上他们偷偷藏起来的足足有23000件左右。这个青铜器的那一瞬间，情绪就上来了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国人进入大英博物馆是高兴的。清朝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弱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被别人给抢走了。未来我们不能再经历这种了。除了大英博物馆里啊，中国还有不知道多少宝贝啊流落到了英国老百姓的手里，或者是其他部门，再加上这个法国了、德国了这些也参与侵略的国家，随便估摸一下啊，整个欧洲那边啊，可能都得有上百万件咱们中国的文物啊。西方国家这段强盗历史啊，那是怎么都赖不掉的。那要说最坏的啊，还得是英国人啊，他们不光是抢中国人，非洲的、美洲的，甚至连欧洲他们自己人的文物都抢。大英博物馆里地上地下总共8层都是烧杀抢盗来的文物，埃及金字塔的塔尖传世之宝萨顿湖的头盔，亚曼拉公主的木乃伊，非洲贝宁的青铜器，希腊的整座帕特农神庙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传家宝盾牌，乾隆皇帝的玉玺，慈禧的玉璧。这里总共珍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800多万件，藏品之丰富，种类之繁多，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。之前有个外国博主啊发了个视频，叫希腊人参观大英博物馆，在网上火了一小阵子，也让不少人啊又开始关注大英博物馆里中国文物的事儿。视频里带那个希腊女孩参观的英国小哥啊，一直跟他道歉。I'm sorry, really sorry, okay. 现在的英国年轻人啊，都觉得他们这个老祖宗干的事啊太丢人了。可就是这样子啊，连英国人自己都不好意思提的这段历史，咱们国家竟然还有人跳出来替这个英国人辩护，说什么要不是英国人当年拿走了这些文物啊，咱们现在可能就看不到了。你说这个叫夏新宇的18线小艺人突然冒出来这个惊人言论，他是真傻的还是故意想搞点事情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夏新宇啊，你问他演过啥戏啊？不知道啊，演过啥角色啊？更不知道了。他2000年就出道了，可查到的拍摄经历啊少得可怜。
想在有他的作品里找到他的那个镜头啊，那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。可就这么一个娱乐圈的小透明，竟然靠着一番吹捧英国的雷人言论，把自己硬生生的送上了热搜。他说啥呀？他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着走出英国博物馆。可是如果这些文物当年放在我们这里早就被摧毁了，根本就留不到现在。当年破四旧，咱们村那些无脑的人集体毁掉了多少珍贵的古建筑和文物，感谢人家大英博物馆给好好保护起来了，能让我和我的后代能看到。我估计不少人看完这段话都觉得三观碎了一地。现在的中国怎么还有这种又蠢又自以为是的人呢？他还说，要是文物都留在中国的话，很可能就会被上世纪50年代的破四旧给损坏了。我的天哪，合着就你懂历史啊？你说损坏就损坏了。那破四旧那段时期确实给国家是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，但绝对不是像夏新宇说的那样对文物进行无差别的破坏。他先是抓住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时期，专门挑一些负面的东西出来使劲说，最后再反过来感谢这个大英博物馆他到底想干啥呀？那还用说吗？很多网友都在他的微博底下跟他讲道理摆事实。可是你猜他怎么回的？他竟然把那些反驳他的网友都叫做待宰的烤鸭。那这就有意思了这个夏新宇到底是什么人物呀？竟然敢在网上这么嚣张的发表这种崇洋媚外的言论。很多网友也都开始扒他的老底儿。好家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啊！夏新宇出生在黑龙江一个很普通的家庭，可他家虽然普通他家里的亲戚可不普通。据说他姥姥和外公都是满族正黄旗的，这放在晚清那可是妥妥的贵族后裔。看到这儿，估计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夏新宇为啥这么说了吧？他这么吹捧大英博物馆，还使劲的嘲讽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时期，原来就是想给他那些没用的老祖宗洗白呢。而且他崇洋媚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过去10来年，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赞扬西方文化，同时贬低中国的言论。不过像夏新宇这种人真的实在太典型了，我都不想再多说了。我翻了翻他以前的这个微博，果然发现他不仅是个恨国党，还是个杠精、极端女权。你几乎可以在他身上找到所有不好的东西。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理他，让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就行了。最后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特别讨厌这种崇洋媚外的明星。他们在中国赚着钱，还要反过来砸中国的锅，这种行为真的实在让人痛心又愤怒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，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